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一个沉寂了8年、几乎被市场遗忘的老币，在短短的3个月里边暴涨了10倍，你会怎么想？是价值的发现，还是资本的游戏？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主角是 Zcash。这个隐私币从68美元一路狂飙到700多美元，市值一度冲进了全球前20。有人说它像复活的僵尸，也有人说这是泡沫的前奏。因为当 Zac 这种沉睡了多年的老币都在疯狂的拉升的时候，这个往往不是牛市的开始，而是一个危险的信号。但更让人震惊的是，我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，这次暴涨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局。2个有巨大利益冲突的大佬，通过理论包装和舆论造势，可能正在进行一场教科书级别的资本操作。今天的这期节目呢，我们来揭开隐私币暴涨背后的5个真相，以及它对整个加密市场意味着什么。看完这期节目，你可能会对所谓的大佬喊单有新的认识。首先呢，我们要理解一个核心的问题：为什么会有隐私币的存在？这个要从比特币的设计哲学说起。比特币采用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结构，一方面它要摆脱中心化机构的控制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又要让所有的交易都能够被验证。中本聪的解决方案很巧妙，让所有的交易公开透明的记录在区块链上。记住，这是所有的交易记录在区块链上，任何人都能够验证，但交易的双方保持匿名。就像一本公开的账本，你能够看到每笔交易的金额和时间，但你不知道交易者是谁。这个设计呢，在早期非常完美，但随着区块链分析技术的越来越强，比特币的匿名性其实只是用代号来交易。每个地址看起来很陌生，但通过交易规律和地址关联，很多账号最终都能够追踪到真实的身份。这个就是比特币的阿克琉斯之种，透明让它值得信任，但隐私也可以被挖掘得到。为了弥补这个缺陷，加密社区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思路。Monero 代币 XMR 完全的匿名主义。Monero 采用强制的隐私，所有的交易默认加密，无法追踪，就像每个人都戴着面具去参加化妆舞会一样，没有人知道你是谁。Zac 可选择的隐私。Zac 提供2种交易模式：透明交易，像比特币一样公开，和屏蔽交易，完全加密，就像一个可以选择是否戴面具的舞会。其他的隐私币呢，各显神通，比如说 Dash 采用混币技术， Decred 采用混合共识机制，但问题也随之而来。如果隐私保护真的有巨大的需求，为什么这些币种长期表现不佳？为什么 Zac 要到现在才暴涨？答案呢，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。现在呢，让我们回到这次隐私币暴涨的起点。10月1号，硅谷传奇投资人 Naval Ravikant 发了一条推文：比特币是针对法币的保险， Zcash 是针对比特币的保险。这句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威力呢？我们得先了解 Naval 这个人到底是谁。他不是普通的投资者，而是硅谷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。Andre Leith 的联合创始人，投资过 Twitter、Uber 等等独角兽公司。Twitter X 上拥有290万粉丝，被称为硅谷的哲学家。当这样的人开口，全球的投资者都竖起耳朵会听。Naval 的这句话看似简单，实则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金融逻辑体系。第一层呢，是法币到比特币。传统法币有系统性的风险，政府可以无限的印钞，造成通胀；央行政策可能制造泡沫，政治动荡可能摧毁货币体系。而比特币呢，作为数字黄金，提供了对抗法币风险的保险。第二层，比特币到 Zcash。Naval 进一步提出，比特币自己也需要保险，风险来自技术、量子计算威胁、监管、政府的禁令、隐私、交易可追踪。Zcash 用零知识证明技术提供可选的隐私保护，成为了比特币的保险方案。第三层，哲学层面的升华。Naval 把这种层层对冲的逻辑提升到了金融哲学的高度。每个系统都有局限性，法币有法币的局限，比特币有比特币的局限，而聪明人呢，会为局限性准备保险。听起来很有道理，但当我们继续查下去，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：
据公开的资料显示 ，Navill 早在2015年就参与了 Zcash 的早期融资，与 Beryl Sabran 等人共同投资了 Zack 母公司 ECC Electric Company。他甚至曾担任过 Zcash 的基金会董事，直接参与项目的治理。这个意味着什么呢？他不是旁观者，而是利益相关方。这些早期的投资者买入成本极低，可能远低于$1。虽然 Zack 上市的初期曾飙到荒谬的$3000的高点，但那只是短暂的泡沫价，缺乏流动性。Zack 的长期表现远远逊色于比特币。这些人其实赚的并不多，所以一旦市场回暖，他们自然有强烈的动机寻找退出机制。有了这层认知，现在我们重新审视 Navill 的保险论。一个在 Zack 上回报不佳的早期投资者，突然高调宣称 Zack 是比特币的保险，这真的是市场洞见，还是为自己持仓造势？如果 Zack 真是比特币的保险，它的走势应该与比特币负相关，也就是能对冲比特币的下跌。但现实是什么呢？ BTC 涨 Zack 也涨， BTC 跌 Zack 跌得更狠。更讽刺的是，比特币现在离高点只差5%， Zack 呢却离顶点跌了85%。这样的资产能叫保险吗？它更像是高风险的投机产品。更深层的问题是价值观的冲突。比特币诞生于2008年金融危机，体现的是密码朋克的反中心化精神，而 Zcash 一开始就被风头主导，创始人 Zunko 的薪酬高达每个月$25万。项目方 ECC 公开表示遵守美国财政部金融工作组的建议，甚至主动配合政府的监管要求。这个与比特币的精神南辕北辙。当 Navill 推广 Zack 的时候，他推的或许不是保险，而是一个包装成隐私理想主义的风投项目。如果说 Navill 的动机还带有一点哲学的理想，那另外一位邯郸的大佬 Arthur Hayes 就显得更加现实了。Hayes 呢是一个标准的华尔街老炮，他出生于1985年的底特律，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学士，曾在德意志银行花旗集团担任衍生品交易员。2014年，他进入了加密世界，创立了 BitMax， 一家专做高杠杆加密衍生品的交易所。在这里，他发明并推动了加密永续合约，一种没有到期日、靠资金费率平衡价格的交易模式。这套机制后来被币安、Bybit 全部照抄。从此呢 ，Arthur Hayes 被称为加密合约之父。所以，如果你合约里边爆过仓，你要知道源头就是这位 Hayes。他把传统的金融的玩法彻底带进了加密市场，让比特币第一次能够加杠杆做空。他让交易者发了财，也让无数的散户爆了仓。他是开拓者，也是风险的放大器。后来呢，因为 BitMax 未执行 KYC 和反洗钱，他被美国的司法部起诉，最终认罪，罚款数千万，短暂离开了加密舞台。但他从未真正退出，他开始写专栏 Crypto Trader Digest， 把宏观经济、哲学与市场结合，成为了最会写文章的交易员。在 Twitter X 上，他因为蹲过监狱，常把自己与 CZ、SBF 并列，甚至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这个背景非常重要，因为它揭示了 Hayes 邯郸 Zack 的真正逻辑。Hayes 不是投机新手，而是深知市场机制的老炮。他知道一条铁律：波动性等于交易量等于收益。衍生品市场靠波动吃饭，价格越剧烈，交易量越大，交易量越大，手续费越多，波动就是生意。于是呢，当 Hayes 公开喊出 Zack 能涨到$1万的时候，他在干什么？他在制造波动性。一场完美的做事剧本正在上演。第一步，低位建仓 ，Zack 在$50到$100的时候买入。第二，舆论制造，公开喊单，引发 FOMO 的情绪。第三步，衍生品布局，现货暴涨的时候，期货量爆表。第四步，分批出货，高位减仓，而散户接盘。果然，自他开始密集喊单以来 ，Zack 期货持仓暴增至$9亿，资金费率一度年化350%，散户疯狂入场，形成典型的 FOMO 模式。
最讽刺的是，一个因为反洗钱问题被美国政府起诉的人，现在却在推广一个主打隐私的币。这真的是信仰隐私，还是在寻找新的监管套利？Hayes 的履历告诉我们，他更像是在利用情绪操盘一场资本的游戏。以上呢只是逻辑的推理，并没有实锤的证据。现在呢，我们用数据来验证这次暴涨的投机性质。在这次暴涨之前 ，ZACK 长期处于业内所说的单机币状态，价格长期横盘在20到50美元期间，日交易量极低，通常不到1亿美元，市值跌出了前50%，关注度接近于0，距历史的高点下跌95%。这种状态正好创造了操盘的完美条件。当交易量很低的时候，订单部变得非常薄弱，少量资金就能够造成巨大的价格波动。长期低迷的价格让散户基本上失去了兴趣，筹码逐渐集中到少数大户的手中。这些大户可以轻易地操控价格走势。当一个币种长期的无人关注的时候，大额资金可以在暗中悄悄地布局，等待合适的时机引爆它。最关键的证据来自链上的数据。2023年 ZACK 的价格大约35美元，平币交易约占15%到18%。2024年的年中价格约28美元，平币交易占比18%到20%。2025年的9月暴涨期，价格60到400美元，平币交易占比20%到22%。11月价格约650美元，平币交易占比23%，价格3个月内暴涨10倍，平币交易只从20%增到23%，几乎没有任何变化。如果真有隐私需求的爆发，使用率应该大幅上升，但数据告诉我们，暴涨主要由投机驱动，不是需求增长。ZACK 完美诠释了低流动性放大效应，上涨的时候少量买单，吃光挂单，价格暴冲形成 FOMO， 吸引更多买盘再次推高。下跌的时候呢，一点卖压无人承接，价格暴跌，恐慌蔓延，连锁下滑。这是一把双刃剑，涨得越快，跌得越狠。现在呢，我们客观分析一下所谓的隐私需求爆发事件的整个过程。10月14号，美国司法部宣布没收柬埔寨太子集团创始人陈志的127271枚的比特币，价值150亿美元。这个事件被市场解读为对隐私币需求的巨大催化剂，大家都认为比特币不够隐私，所以要转向隐私币了。但在我来看，这种解读其实非常牵强。我们需要客观地看待这个事件。比特币的透明账本不是缺点，而是信任的基础。每个人呢都能验证交易的真伪，这个才能够让它成为数字黄金。陈志案属于极端的犯罪案例，涉及巨额的资金洗钱、逃税等违法的行为。在这种的情况下，资产被追踪和没收是法律的正常执行，而不是比特币的缺陷。媒体把一个犯罪案例包装成对所有用户的威胁，又把恐惧变成炒作的理由。现实是什么呢？绝大多数用户不需要那种隐匿级别的隐私，他们更关心安全、流动性和收益。如果隐私需求真正的爆发，应该看到交易量的暴涨、用户的激增、应用的扩展，但实际的数据并没有变化。平币交易占比几乎不动，新增地址有限，大部分交易仍然是投机。这个不是隐私币的革命，而是资金的游戏。从技术分析角度来看，现在的 ZACK 也处在极度的危险区域。RSI 的指标已在90家超卖区，历史上 RSI 超90的情况，90%都会出现30%到50%的回调。MACD 虽然为正，但已经出现顶部的背离，价格创新高，指标却未曾创新高。成交量、价格创新高的时候反而萎缩，典型的量价背离。期货数据的危险信号，资金费率一度飙升到年化350%。这种极端高费率往往出现在泡沫的末期，持仓量创新高，但多头占比极高，一旦反转，可能触发连锁的爆仓。期权的市场同样极端，看涨期权暴增 ，put call 比率降到极低，市场的情绪极度的乐观，而这个呢，通常是反向信号。最后呢，我们不能忽视一个关键的因素——监管风险。美国财政部与 SEC 多次强调，隐私币可能被用于洗钱与逃税。欧盟呢，
正在讨论将隐私币纳入反洗钱重点监管对象。日本、韩国已经要求主要的交易所下架部分隐私币。全球的趋势非常明显，隐私币正在被系统性的边缘化。交易所的态度也正在转变。Coinbase 目前仍然支持 ZAC， 但多次表示将严格遵守监管要求。币安近期禁止 ZAC 的屏蔽交易，只允许透明交易，这个相当于削弱了 ZAC 的核心卖点。其他的主流交易所普遍采取观望的态度，随时可能下架隐私币。潜在的后果有3重打击：一旦主流交易所集体下架 ZAC， 可能出现3层后果。第一，流动性枯竭，失去主要的平台以后，交易量将暴跌。第二，价格暴跌。历史的经验显示，隐私币被下架以后，跌幅长达70%到90%。第三，恶性循环，价格暴跌引发更多的下架，形成连锁的坠落。ZAC 呢，曾试图走一条中间路线，通过可选隐私设计，希望在隐私与合规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。但这种妥协反而最危险。对真正需要隐私的用户来讲，透明选项削弱了隐私保护；对监管而言，它仍被视作隐私币，一样要被监管。结果是两边都不讨好。这个可能是 ZAC 最大的结构性风险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到价格暴涨的时候，不要忘了，这一切都悬挂在监管的利剑之下。现在呢，让我们把视角拉长，看一看历史能够带来什么启示。ZAC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，而且非常值得关注的历史模式。2016年上市，开盘价格一度达到3000美元，随后呢快速回落到几十美元。18年1月从50涨到703美元，14倍，随后暴跌93%，跌到32美元。2021年的5月从57涨到了386美元，7倍，又暴跌92%，跌回28美元。2024年的10月至今，从68涨到了700多美元，约10倍。每一次暴涨都伴随着90%以上的回调，几乎从未例外。更可怕的是下面的这些时间点，这个又有点玄学了。2018年的1月 ZAC 见顶以后，比特币从2万跌到了3200美元。2021年的5月 ZAC 见顶以后，比特币从6.9万美元跌到了1.6万美元。ZAC 的每次高点都刚好出现在牛市的尾声，这个让人不得不问， ZAC 的暴涨会不会又是熊市前的信号？为什么隐私币被称为末日战车？当主流币被充分炒作，增量资金枯竭，市场进入存量的博弈，这个时候资金会流向边缘板块，去寻找最后的投机空间。隐私币因为多年沉寂，体量小，成为了最后一轮游戏的完美载体。这个让我想起了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，当纳斯达克指数冲向5000的时候，连卖宠物用品的 Pets.com 都能够 IPO 暴涨，不是因为宠物电商有多好的前景，而是因为钱没地方去了。当连续沉寂多年的隐私币都被爆炒的时候，这个可能意味着市场已经到了垃圾时间。加密 KOL CryptoMade 也发文说 ZAC、Zen、XMR 这些隐私币的主要用途10多年来都一样。有人想匿名卖比特币的时候，会先换成隐私币，再缓慢的出货。所以每轮牛市他们都会被画一次大饼。这句话有可能道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。好的，经过了这一轮的分析，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场 ZAC 暴涨的核心真相。真相一， ZAC 的暴涨主要由投机驱动，真实隐私需求增长微乎其微。真相之二， Naval 的保险论背后存在利益的冲突，他是 ZAC 的早期投资者。真相之三， Haze 的喊单策略符合衍生品交易员的盈利模式，制造波动性就是制造交易机会。真相之四， ZAC 长期的单击币的状态创造了价格操控的完美条件。真相五，历史数据显示，隐私币暴涨往往出现在市场周期的末期。如果你在考虑投资 ZAC， 请先问自己3个问题：第一，你买的是长期价值还是短期的投机？第二，你能不能承受90%以上的潜在的亏损？第三，你是否真正的了解所有的风险因素？如果我现在持有 ZAC， 我会怎么做呢？分批减仓，锁定部分利润，密切关注监管与交易所的政策，并设定心理预期，准备应对大幅的波动。在加密市场保护本金，
永远比追求收益更加重要。当两个有既得利益的人在推销同一个产品的时候，问一下自己，我是在参与价值的投资，还是在为他们的退出提供流动性？我是不是流动性？投资的本质是对未来的判断。REG 可能确实有价值，隐私保护也确实是刚需，但当前的价格是否合理？这种暴涨是否能够持续？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独立思考的问题。好的，这期的分析不是为了看空任何的项目，而是希望大家理性看待市场现象，做出符合自己风险承受力的决策。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这期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请点赞、评论、订阅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。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谢谢，再见。